现在 G7 国家里面唯二的2个还有点工业能力的德国和日本。德国的制造业正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加大在华的投资，建的还都是研发中心这种高附加值的部门。那日本又是美国逡巡了半天唯一能端上桌的菜，那我们也共襄盛举一下，不过分吧？流动性呢，除了对利率很敏感，其实对避险的需求也非常敏感。我们的口袋阵现在一直在布局，却迟迟不收网的考量，应该就在于此。先锤死高市早苗在涉台动武问题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苏通过绿营觊觎我国领土，然后在联合国框架内广而告之，我们继承的是反法西斯的未竟事业。其他4场基于波茨坦公告这一法理基础，必须表态对我们的支持，毕竟这也是他们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理基础。那第2步就是缓慢施压，多次萃取。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不同，我们采取的是第2只靴子的策略。日本各方面不知道下一个制裁啥时候能落地，更闹心的是还不知道有多少个靴子。在这个过程里，各个利益群体就担心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受到损害，进而开始窝里斗。所以我们就看见了高市早苗就被以收取不当资金为由起诉了呀。更关键的是，我们的产业制裁的靴子还根本没掉下来的，为的就是使作为 G7 中最重要的制造业支柱的日本制造业也因为供应链不稳定开始萎缩转移并且崩溃。如今韩国的制造业产能基本已经趴下了，法德这边抢着搬家呢。如果日本的产能也被卡死，那么不仅美国及其盟友手里的制造业所剩无几，美国的军工业实力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滑坡。钱是必须要变成资产才会成为财富的，没有了制造业的金融业啥都不是。而失去了制造业支撑的同时，又失去美军的威慑，美元的霸权才会迎来真正的解体，全球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会同时重构。而对于当下的国际资本来说，现在种种都是我们开火烧灶要杀鸡的节奏。我们口袋阵每收紧1分，他们对于日元资产的担忧就会加深1寸。你不怕没，就大可以回流日元资产。我们家的军舰、飞机、东风导弹一直就没有找到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的机会给自家的主权货币来授信。那全球投资人们，你们就细想，50年内还有没有比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觊觎曾经侵略过我国的领土更好的靶子？要是没有，你猜，你再猜，最后这个靴子会不会掉到日本身上？会是多大一个靴子？你回流的每1分钱到底有没有安全性的风险呢？可以说，我们这次的战略目标跟之前的每一次布局一样，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同时是环环相扣的。当最后一子落下的时候，合围之内的全部目标要一起收割。近期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以日本的高通胀、低增长、高债务、脆弱的汇率为切入点，不断强化日本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但在分歧效果显现之前，并不以军事上的极限施压给其内部团结力量的机会。日本是典型的会利用外部威胁整合内部矛盾的国家，所以我们动作要慢，但是稳准狠。中期目标是锁死日本的制造业，让日本的工业和金融业对于西方乃至全球都失去价值。在其内部咬的一嘴毛还对西方失去价值之后，最后拿来摩擦一下，亮明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控制权，最终直指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过程将是一个长期的布局，以构筑全球范围内长期有利于我们的局势。同志们可以慢慢观察，与所谓的日元加息造成全球冲击更靠谱的判断是，联储的放水不远了。经过大 A 这1个月的横盘调整，诸位准备好了吗？周五晚8点直播，给各位点小建议，不见不散。